我要亲手捏死你！ 激发珍宝，刘师兄也太过拼命了。还挺听讲啊！说吧，叫什么名字？老子要是心情好，给你立个碑。南州湘西百人将铁罗是乱臣。 速速化妖，与我一起对付他们！春风干月千里气息，茫然全部，人言为妻，将不了长计，不论锋芒运筹谋划，没完没了。几分牵挂，伴我走天下。绝境的时刻。 红尘知己的眷恋，几位师弟辛苦了，都退下吧。 还差一点，还差一点！用悲欢，生死间迷惘慌乱，情念可抵，也慢慢归来，是等心圆满。中年就不放，上三界浩瀚，轮回涅槃。 败了吗？哼，正好，无需我自己动手。瑶儿。
不走。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？小子，走！主击中期实力的傻妖，一击即溃，不愧是珍宝。不过，连储物袋都烧成灰了，真是浪费。韩师弟，这局就算咱俩打个平手吧。燕儿，燕儿，燕儿，你醒了。爹，爹，燕儿，你醒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不是应该在养月宗吗？你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我怎么会穿成这样？你别着急，你听爹讲。在你昏迷的这段时间，发生了太多的事，爹只能告诉你，你如今已经是鬼灵门少门主，王禅之妻。燕家宝已经正式并入鬼灵门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那鬼灵门可是魔道，您是要与越国七派为敌吗？七派，燕儿，你别埋怨爹。在你病重的时候，他们七派有谁关心过你？不是爹想背叛，是他们逼得爹反的。想要救你，爹只能这么做。我能感受到身体里那些冤死之人的灵力，所以这些人都是因我而死。他们不死，你就没法活。爹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我严家堡弃魔未到300年，只是因为我，你就去与魔道为伍。早知如此，你当初何必救我？我要回偃月宗。燕儿，站住！燕儿，燕儿，没事，燕儿，没事吧？燕儿，燕儿，燕儿，你回不去了。你丈夫王禅发动血灵大法，用七派修士的血将你救活，你觉得你还能回得去吗？偃月宗、越国七派已经视我们为死敌，你回不去了。爹老了，这辈子的修为恐怕是再难以寸进。但你不一样，你身居天灵根，在修仙这条路上，你有无限的潜能。爹始终相信，你会成为我们燕家堡第一个元婴修士。有了你的保护，没有人再敢欺负我们。燕儿，爹一定要救活你，不只因为你是我的女儿，更因为你也是我们严家堡的未来。
燕家堡的重担就交给你了。刚才委屈你了。不要紧，听我一个人侃侃而谈，难免不悦。魔道的计划究竟到了何种地步？还请南宫师妹知无不言。其实我们已经看出来了，你刚才有很多话不方便说。本来我们不该追问的，但是事关七败存亡，我们不得不问。此前，我曾经与一位潜入越国的魔道修士交过手，他说，越国境内也有结丹修士投靠他们。连结丹修士也投靠了魔道，怪不得他们推三阻四，视而不见，原来已经成了叛徒。那个人的话，确信吗？眼下这种情况，已经没有什么能够完全确信的了。我说出来，是想告诉七派，不能只看眼前，要注意背后。南宫师妹的告诫，黄风谷定不敢忘。眼下，严家堡已然投敌，越国可谓门户洞开，不知师妹可有对策？魔道来势汹汹，元婴修士也参战了，我们只能各自去找元婴长老出面，至少能把战火控制在高阶修士之间，避免凡人生灵涂炭。那是自然，师妹考虑的周到。此外，结丹修士之间的战斗是决定胜负的关键，各方前线都要有结丹修士驻守，这样才能抵御魔道的攻击。同意。严家堡已经沦陷，我黄风谷与偃月宗应首当其冲抵御魔道。我和李师弟将各自领军前去。师兄师姐高义，婉儿佩服。第三点，是时候让精英筑基弟子出手了，要组建斥候小队，去严家堡一带搜救同僚，侦察敌情，一旦有魔道动向，马上回报。我们偃月宗由轩月组队，这次侦察是为了我们全面反击做准备。轩月领命。轩月师侄，七派弟子真的无一人逃出吗？禀师伯，在下未能当场确认，但恐怕多半是。师姐，你放心吧，我那个小徒弟啊，谨慎之至。临走之前，他再三保证会照顾好轩儿，所以一旦有人存活，一定就是他和轩儿。可韩立只是筑基而已。韩立，他去了严家堡，他不会就这么死了吧？莫姑娘，韩大哥，快上来！韩大哥，
你伤得很重吗？没事儿，我已经吃过丹药了。那个追杀你的坏人，你打死他了吗？没有，但他也好受不了。那之后，你打算怎么办呀？前面有个村落，你可以躲一躲，然后去京城吧，比回燕家堡安全。上次见面是10年之前，下次见面不知道要什么时候。你们修仙者是能活很久，但我是个凡人，又有几个10年，我还能等到那一天吗？韩大哥，没事儿。莫姑娘，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如果我想的没错，接下来修仙界会有一场大战。我这有些丹药，你可以自己服用，也可以拿去换钱。去京城安顿下来，过几天太平日子吧。我不需要这些。莫姑娘，此次一别，不知何日才能再见。照顾好自己。韩大哥，若是我有灵根的话，是不是就可以留在你身边了？你总是这样，遇到难回答的问题，你就不说话了。梦里有梦的碎片，细雪落在水中天。此去经年步履流连，风景又浮现，难忘记，不如怀念。总说往事都如烟，回首荒唐不忍言。韩大哥，喧嚣红尘寂寞书卷，挥去了流年，这妄言时过境迁。秋风泛起又见炊烟，似天边犹如眼帘。回首已在山巅，遗忘了时间是昨天，是明天。沧海桑田不
等等我呀！叶大哥，你真好。叶大哥，你做我的哥哥吧。哎呀，我不要师傅了。叶大哥，叶大哥。王友前辈，饮酒居暮云山，纵观天启城。我想问您一件事情，不知您是否知道？你是想问你同伴们如今的去处？是。当日，我原本想为琅琊王，奈何心中咽不下这口气，便没有开口。后来想在路上打探，却发现我去抢亲这事儿没有传出半点，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般。你的几位朋友，洛清扬被影宗带走关了起来。不过他是影宗宗主最得意的弟子，也是皇上钦点的未来护卫。等风头过去了，一宗主应当会把他放出来，只是或许会给他定下某些协议。百里东军则是被他父亲百里成风带回了黔东城禁足，司空长风也一同被带去了。不过目前司空长风已经离开了黔东城，正在四处磨砺。我以为您最多只知道他们在天启城中的结果，没想到您连他们之后的踪迹也了解得这么清楚。哼，是树上鸟儿告诉我的。真的，我师傅能跟鸟儿说话。不对，不仅是鸟儿，山禽走兽。虫鱼花草，我师傅都能坐在那和他们说一下午呢。那是你师傅骗你呢。你师傅在骗你呢。我师傅从来不说假话，除了每次说给我买糖葫芦是骗人的以外，其他都是认真的。说我们在天启城中闹出这么大动静，都能被全然压下，那是不是文君的也根本不知道这件事，不知道我已经来过，更不知道我甚至已经达到了锦玉王府。我是说真的，我师傅真的能和鸟儿说话。安静点儿！啊，师傅，叶大哥又开始了，他为什么总是突然这么凶啊？因为他以后要做的事啊，可能会有通天之祸，他不想祸及身边之人，只能把人推远了。还是听不懂，叶大哥他到底要干什么呀？一念成魔呀！你也又开始了。我们还要多久才能走到啊？我都走累了。不出3日，应该就能到了。不过你累什么累啊？没走几个时辰，你就睡一觉。我看啊，一点也不累。好吧，那就算我勉强不累好了。谢谢师傅陪我。不是师傅，是叶少侠。叶大哥，哎，叶大哥，叶大哥，叶大哥，你对我真好。叶大哥，你对我太好了。嘿，嘿，且看。叶大哥，刀子嘴豆腐心。叶大哥，刀子嘴豆腐心。叶大哥，刀子嘴豆腐心。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？因为他无牵挂呀。小姐，齐轩，齐轩是你吗？是我。齐轩，我听青儿说，百里东军此次去天启，因帮叶鼎之抢亲失败而下落不明，可有此事？小姐知晓的倒是很快，没错，几个年轻人想在王爷大婚之日抢走王妃，
实在是有些不自量力。他还好吗？看来，小姐确实是动了情。放心吧，据我得到的消息，他已经回到了黔东城，被他的父亲百里成风关了禁闭。齐轩，多谢你。齐轩，你等我片刻。小姐，可以吗？小姐说的每一句话，对我而言，都是务必执行的命令，无需问可以，或是不可以。齐轩，对不起。你以为你做的足够隐蔽，但是你我相交这么多年，你瞒得了别人，瞒得过我吗？你要拦我？吴相师有令，让小姐禁足3年，静思己过。如果你们现在回去，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吴相使，齐轩，子雨姬，你效忠的到底是岳氏，还是吴相？小姐，请您回屋，静思己过。小姐，快走！齐轩，可你走。
小姐，齐轩，小姐，快走吧。你不与我们同去吗？不去了。可是，你帮了我，已经不能再留在天外天了。江湖之大，何处皆为家。小姐不必为我担忧，快走吧。齐轩，走吧。珍重。珍重。进。子羽姬放走了小姐，前来向尊师领罚。你可知，你要领的是什么法？我知。南爵传来消息，我们那边的据点出了点小问题，你去解决一下吧。子羽姬，领命。尊师，南爵那个据点，不是都打算放弃了吗？那边都是对手的埋伏。此后我们再派人过去，无异于自取灭亡啊！既然不能为我所用，就让他作为一位弃子去死吧。网游前辈。前辈，请。叶少侠，前辈，我去城里找间客栈便好了。叶少侠难道2年都要住在这客栈之中？那片农田是谁的？归我们山门所有。可否？叶少侠，请便。那我就在这个农田边截路而去了。何必这么麻烦？我欠别人太多，自己又什么也没拿回来，不想继续欠了。叶大哥，叶大哥，叶大哥，
儿童买的时候，它可心疼了。给，我不爱吃，你留着吃吧。你真不吃啊？那我吃了。你吃呗。嘿，哦，对了，我差点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师傅说，他毕竟不能时时陪在叶少侠身边。哦，还有一门本家剑法，长久习练能帮叶大哥修补心念。嘿嘿，他让我来教你。哦。嘿，可看清了。一招不落。这么厉害，难道叶大哥剑术很高？想看？我把这些叶子往天上一丢，你能都打中这些飞叶吗？你可以试试。来啦！糖葫芦。啊？这是糖葫芦啊？嗯。王妃又在发呆了。是啊，她也算咱们王府最得宠的人了，可是每天冷着张脸，没有一丝活人气儿。太医，请稍待。有劳。王妃，太医来了。让他进来吧。准备脉诊和帕子。是。我与王妃把脉。其实哪有什么，最多是染些风寒罢了。王妃这几日可是经常呕吐，食欲不振。是。可是有何不妥？王妃脉象如珠般圆滑，有力而回旋，快速而不滞，是喜脉。
叶少侠心魔难除，不如放弃这魔仙剑。无忧前辈，难道我的心魔是因这魔仙剑而起的吗？徒儿，我不让你看，是因为这是至死才能挥出的一剑。这绝世的强大，只是为了不留余地的最后一瞬。师父！如果我不能同他携手离开，那能否凭着至死的一剑，来换他的自由？叶少侠，无忧前辈，这次又多谢您了。您安心，求死一剑，我是不会用的。因为这一剑，只有到了真正用上的那一刻，才能动。既有生路，何负死路？何为生路？放。不。无忧前辈，早些休息吧。谁？好久不见了，叶鼎之。你又跟来了，你还来做什么？当然是来嘲笑你啊，嘲笑你自不量力。不过也来祝贺你，去了一趟天启还能活着回来。只是没想到啊，失败了一次，就跑到这种地方龟缩起来，真是废物！啊，你还在无谓的坚持些什么呢？那老东西既然会劝你放下，那说到底，他就算不是景誉王的人，也是向着天启皇城的，而我。不但不会劝你放下，还会帮你拿到你想要的东西。我想要的东西，我自己拿就是。你还是走吧，我们终归不是一路人。那谁和你是一路人？在最西边的地方，有一个曾与我同路的人，只可惜。我连累了他。也不知道云哥现在怎么样了。还是希望小师兄能护住他吧。
琴谱，师傅留下的。小姐，等了几日，终于等到这琴声奏响了。是啊，就是有些难听。看来他也发现你悄悄留下的琴谱了。见过少主。你们果然也跟来了。我师父已经死了，你们已是自由身，不必再称我为少主。主人对我们4人有救命之恩，我们发过誓，此生侍奉主人与少主。少主一直未曾召唤我们，我们也不敢轻易出现，只好悄悄跟随。虽然我们4人武功不济，但只要少主有需要，我们4人必然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罢了，起来吧。我找你们，确实是有一事相求。少主，请说。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经了这一遭，我们欠天外天的养育恩情，也算是还清了。管家，管家，琅琊王来了！王爷。 我家王爷去了银都，人不在家，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。王爷，现在只有您能帮老奴啊！卞总，别说，现在情况如何了？我家王爷娶的王妃武艺太高，我们也进不去，就不知道里面的情况啊。早就劝过皇兄的。
嫂嫂，小心！谁是你的嫂嫂？你如何不躲了？李先生最厉害的弟子，难道躲不过我这一掌？若是若风挨下这一掌，嫂嫂会更开心一点吗？况且现二小姐，有急报。吴相使传了消息过来。宇文君怀孕了，好一个心上人呐！你这般关心他，他就和他心爱的夫君孕育子嗣，被翻红浪了。好笑，好笑。师父这琴谱果真不一般，将武功藏于琴音之中，不愧是师父。大风西去，云飞扬，威加四海兮归故乡。只是初看琴谱几日，便已了然在胸。我百里东君为何如此优秀啊？真是不要脸！若是能逗瑶儿一笑，我要这脸又有何用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想我了？是来教你一门功法。原来这琴谱是你留下的。没错，但是我现在有点后悔。为什么？我出入洛川客栈那一日，客栈本是爆满，只余一间空房。但今日我从客栈出来时，客栈却已空无一人。你猜是为什么？客栈死人了？不，
是你的琴太难听了，把大家都难听跑了。客栈老板本来想告到官府，可带人一去，只见那边重兵把守，那些兵士们一个个也都难以忍受的模样，所以就只能作罢了。真就这么难听？果然是天下四琴之一的九霄琴啊！九霄风起惊雷现，长龙卧春千年眠。西楚如仙纵横江湖，一琴一剑一袭白衣，引得不知多少绝世女子为之倾心。我虽没见过，却也十分神往。我师父当年真这么风流？天启成32乐坊，64名绝色乐姬，有40个爱他爱得要死。你说风光不风光？原来你们女子都喜欢这样的。一把琴，琴中藏剑，琴声起，长剑出。有什么样的女子才能不为这样的公子倾心呢？好，为了你这句话，这琴我学定了。哪句啊？让女子都为你倾心？那倒不用，有你为我倾心就够了。不过什么？少年闭目乱弹琴，也是很风流的。轻一些。好蠢笨的剑法，好蠢笨的人呐！我今日闻得一件北离皇城中的趣事，不知道叶公子有没有兴趣听听呢？不感兴趣。你听都没听呢，就说不感兴趣？唉，狼心似铁呀！不过短短数日就忘了旧日所爱吗？我原本以为你感兴趣的很呢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与其说是一件趣事，倒不如说是一件喜事。你们北离真是有福啊！皇帝生皇子，皇子生皇孙，世世代代，国祚绵长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你心心念念的那位隐宗宗主之女，景誉王新晋的侧妃，懿文君，怀孕了。你发什么疯啊？我知道了，你是疯你自己在这儿情深不悔，可他却长夜难耐，跟他真正的夫君被翻红浪，郁郁子嗣。闭嘴！我就不！他身为人妇还勾引男人，你明知道他身为人妇还对他念念不忘，你们就是一对奸夫淫妇！洛。